在贵州遵义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原生态的村庄。这里高山峡谷、河流湖泊、奇峰异景，那是数不胜数。在这梦幻的秋日啊，村中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发着金色的光芒啊，更是格外耀眼。这棵银杏古树不但长得好看，它身上呢还长着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。据说银杏树上长出这种东西的概率是10万分之1。那么它到底长的什么东西呢？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遵义汇川区建设村的三岔河。我们说的千年古银杏树啊，就在这里。但是我们去看古树之前啊，我想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村庄。这个村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2年前我拍了好多的视频呢，都是在这里拍摄的，我感觉应该不下20个视频吧。大家想看的那种高山峡谷、河流湖泊、奇峰异景，以及我们很多在山上的独居人家呢，在这里都能看到。这个地方呢，地处遵义仙人山和大娄山脉的过渡阶段，在这个建设村三岔河的山顶这些地方啊，有非常大面积的森林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满足大多数人对于这种生态旅游的向往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这个地方呢属于原生态的村庄啊，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开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地形，山很高，峡谷也很窄。而在这些山川、河流、峡谷之间呢，有很多咱们看不到的风景，包括我来这里已经10次以上了，但是依然有很多的景我是看不到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些山峰，包括有一些石柱笋，它都有一些人文的故事在里边，包括地理学呀等等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在这些山峦之间呢，还有一些溶洞啊，包括在一些半崖的岩洞有这种小瀑布出来啊等等。所以建设村呢，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探秘的宝藏之地啊！大家可以从这个大的环境来看一下，它两边是2个峡槽过来，然后一个峡槽过去，在中间这个位置呢，就是2河交界的地方，前边呢也有一个2河交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叫三岔河。它有2个三岔河，上游的位置呢有一个2河交界，再往下走一点有一个2河交界。这里整个呢它是分为3、4条大峡谷的汇合，在这些峡谷上面的这些山涧啊，有很多隐藏在山中的这些独居人家，起码有个5、6户、7、8户吧。对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啊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轻度的搞一搞这种乡村旅游开发。我个人的建议呢，这里特别适合搞户外徒步旅行。你们不要小看这个，现在做户外徒步旅行的这个群体非常之庞大，而这里呢，恰好有这个天然的优势。这个地方几条大峡谷串联，我们在峡谷里可以作为营地的基地。我们要去徒步，可以徒步到山上。这个徒步路道呢，可以好好的去设计一下。刚才我已经讲了，这些山峰之间呢有很多的溶洞，包括有一些地方呢是半崖出水的，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有人文故事的等等。那么我们徒步的路线，把这些特别有意思的奇景把它串联起来呢，我相信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呢，他是愿意到这里来玩耍的。在这个峡谷深处、河流边这些地方呢，可以做一些水产养殖，做一些民宿，包括养一些鸡、养一些鸭、养一些羊等等，让外面进来玩的人呢，他有吃的有玩的就够了。山顶的那些独居人家呢，就让他们住在那里，然后那些地方可以设计成什么呢？户外徒步者的补给站，上面可以卖一些东西，就像我们有些大景区一样，他们会把一些食物啊背到山上去卖，对吧？那么这里呢，可以继续的保留它的原生态，然后在山上的这些独居人家设立补给站。那么徒步爱好者呢，他徒步到山上去之后，他可以在上面露营，可以在上面那些有人的地方住一住，他也不显得害怕。大家想一想，3、5结伴呢，在这个大山之中徒步旅行，然后夜晚的时候我们露营在高山上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想想都特别有意思，对吧？
而且我们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啊，很有可能看到我们山里面的很多野生动物啊，包括野猪啊、山羊啊、什么昏子啊等等，这些野生动物在这个山上呢也是非常多的。而且我想的这个思路呢，不需要大的旅游公司来开发，村集体呢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，就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嘛。当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在这里卖东西啊什么的，不需要搞得太商业化，就是尽量保留它的原生态。我们一些喜欢野外的徒步爱好者呀，包括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，其实都是更加的喜欢原生态一点，商业气息不要那么浓。只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有到深山里面探寻的这种想法，我觉得就够了。而且在这个村里面呢，还有一棵镇村之宝——千年古银杏啊。在这秋冬来临之际啊，银杏树变黄，散发着金色的光芒，格外耀眼，非常漂亮。现在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。本来是要开车直接进去的，但是不巧啊，他们这边正在修补这个公路。所以说呢，不管是从上边来还是下边上去呢，都是开不过去的，只能步行。正好步行呢，可以带大家看一看这一路的风光哈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两河交界的地方。这条河流呢，就是从上边的三岔河的位置呢流过来。这里呢，像是一个锁口啊，这边是一个20湾的这种峡谷，很美的哈。特别是夏季，咱们到这里来游玩，到这里来玩水呢，是非常舒服的。看一下这个峡谷里面正在修路，等这个路修好之后呢，大家要到这里来玩呢，就更加的方便了哈，直接车子就可以开到这个峡谷里边去。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，就像是一道石门啊，公路呢从这个中间开了一道口子，然后把这个三岔河这个小组呢，好像是锁在这里边的这种感觉啊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之前来拍摄的那个侯大姨她家啊。然后前边呢，已经看到那个显眼的银杏树了，大家就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，这棵树除了长得好看，它身上呢还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大家眼睛看过来，就是树上这些倒挂着的这种锥体东西，整个树上全部都是，特别是下边这个枝桠这里啊，一排非常的漂亮，包括整个树的上边树梢的地方呢，也都有稀稀疏疏的这种倒挂的锥体。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它叫银杏天笋啊，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。也就是说，在银杏树上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啊，是10万分之一。我相信大家见过很多的银杏树，你们有看到过这种锥体吗？是不是很少看得到？那么说到这里，小伙伴们又更加的好奇，这个天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这棵树啊，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之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有这棵树的时候呢，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。那个时候呢，可能一些地壳的运动啊等等，诸如山体滑坡呀、泥石流啊等等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呢，对这棵千年古树呢进行了不断的摧残。可以说，这棵古树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，树上呢也能够看到很多的伤痕。像这种天笋呢，就是泥石流一些地燃灾害不断的对这棵树进行撞击，撞出了伤疤之后，这个伤疤的位置呢又不断的愈合长出来的这样的天笋。所以说这个天笋呢，也是这棵树成长千年，经历了各种磨难的一个见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